中國城市的破產被大大提前了，城投債市場信仰崩塌了。如果說過去10年中國城市的擴張像一場被資本催熟的盛宴，那麼現在這場盛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腐爛、塌陷、墜落，而第一個響起的警報就是城投債。不是個別城市破產，是整個城市信用模型正在破產。不是資金鏈緊張，而是信仰鏈斷裂了。34萬億的黑洞已經張口等你墜落。2025年12月4日，中國地方政府的融資真相已經連最忠誠的數字都裝不下了。惠譽的最新評估向一記重錘，地方城投債存在約34萬億元的資金缺口。換句話說，現在能夠靠自身賺錢還債的能力只夠覆蓋 42%。 0.42 這個數字幾乎可以直接翻譯為已經失去自我造血能力。如果一個人只能掙到他欠款的 42%， 這不叫融資，這叫慢性死亡。而現在中國有幾千家人在同時慢性死亡，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LGFV。 他們本該是城市建設的發動機，結果卻變成了吞噬城市未來的無底洞。更殘酷的是，所謂債務置換再融資政策支持，現在最多只能填上 30% 的窟窿。也就是說，還有24萬億元赤裸裸地懸在半空，沒有出路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假如你把24萬億全部拿出來，可以重新建造10幾個一線城市，可以覆蓋數億人的養老、醫療和教育，可以讓一代年輕人看到希望。但現在它變成了一串冷冰冰的負數，掛在財政的脖子上，越收越緊。這就是正在逼近的債務螺旋。債務不斷累積，但經濟卻沒有同步增長，想還舊債只能借新債，新債一滾，利息更高，信心更低，最終城市失血，金融失控，社會承壓。這是經濟邏輯裡最可怕的死循環，沒有英雄，沒有逆轉。更令人窒息的是 LGFV 的真實模樣。日經亞洲的數據顯示，接近 10% 的融資平台正在虧損，只有 3% 的企業股本回報率超過 4%。你沒有看錯， 3%。這甚至跑不贏普通理財產品。截至2024年12月，地方融資平台的淨利潤約5500億元人民幣，但政府補貼超過1萬億元。如果拿掉補貼，近一半平台直接陷入虧損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這些平台並不是靠市場生存，而是靠輸血活命。而當財政自己開始缺血的時候，誰還能繼續輸血？更可怕的是，這些錢花在了哪裡？道路、橋樑、廣場、產業園、地鐵、旅遊新城、空港新區，這些聽上去高大上的政績工程，本質大多數都是低收益、長週期、難回本、沒人接盤的巨型成本中心。他們不能賣錢，不能分紅，也沒人願意接手，就像一座座漂亮的空殼。而這些空殼是用債堆出來的。當土地財政還在時，他們像在漲潮上建城堡；當土地塌陷後，他們就成了被海水反覆拍打的殘骸。對，就是土地塌陷。2025年的地方債暴增與一個事實密切相關：土地已經賣不動了。今年1月至10月，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不足 2.5 萬億元，而在2021年，這個數字超過 8.7 萬億元，短短4年，直接蒸發超過6萬億元。這個錢本來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提款機，現在它已經乾涸了，甚至開始反噬。房地產市場更是冷得刺骨。分析師直白指出，超過 10% 的房產處在無人問津狀態，不是賣不出好價，是根本沒有人看。預計2025年房地產總銷售額約為3萬億元，
比巔峰期直接少了5萬多億。而在過去是樓市供養着地方財政，現在是地方債要為樓市買單，這不是週期，這是失序。表面上看，地方政府還在拼命發債。截至11月底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總額已經突破10萬億元，歷史新高。聽起來像信心，其實是逼到走投無路。債越發越快，但錢越用越慢，債務越堆越高，經濟卻越陷越深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中國地方債到底有多少？官方說是58萬億，加總起來是92.6萬億左右的政府債務，但市場根本不信。上海大智慧數據顯示，僅約4000家 LGFV 的有息債務就高達87萬億元，再加上地方債券的47萬億元，總額高達134萬億元人民幣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給出判斷， LGFV 的隱性債務在65萬億元左右，而業內普遍認為，真實規模在60萬億到80萬億元之間。不論你相信哪一種，都透露出同一個事實：這個國家最沉重的負擔不是外部封鎖，而是自己堆出來的債務雪山。更殘酷的現實，這些債最終會落到誰身上？答案只有4個字：普通人身上。當一個地方政府撐不住時，他不會對外宣布破產，他會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縮、拖延、減少、轉嫁。於是你開始看到這些碎片化信號：修了一半的地鐵停了，答應好的新區黃了，公共停車位改成收費路段，學費、雜費、物業費悄悄提高，社區醫院合併、裁員，編制凍結、補貼延期，教師、醫生、基層公務員工資緩發。這些不是巧合，是財務報表上的一行行被切掉的支出。當錢不夠的時候，第一個被犧牲的永遠是沒有話語權的群體。更現實的是，誰在逃？誰在跑？2024年底到2025年，各地出現一個詭異的現象：地方融資平台的高管、財務負責人、項目負責人出現密集更換，頻率遠高於歷史平均水平。一部分人選擇內部消失，一部分人選擇調離崗位，一部分人選擇提前退休。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賬已經捂不住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市場正在投票，誰還在加槓桿投資中國城投債？很少。誰開始悄悄凍結授信？是銀行。誰開始降低評級？是國際機構。誰開始要求更高利率、更短期限？是資本。當剛性兌付的神話開始裂開，接下來的每一步都是加速墜落。你以為這是地方的事？不是，因為一旦地方開始系統性出問題，中央必然要出手。但中央的錢從哪裡來？答案依然是發債、加稅、通脹、削減福利、推遲改革。看不見的成本層層轉嫁，看得見的壓力層層下沉。你以為你在工作賺錢，實際上有一部分收入已經被寫進了地方還債計劃。而最諷刺的是，這些錢並沒有變成你的幸福生活。你看見的是一條條空空蕩蕩的大路，是掛着招商橫幅卻沒有人的產業園，是燈光明亮卻沒有溫度的廣場，是凌晨都沒車的高架。城市在擴張的時代裡拼命要面子，但在債務的時代裡卻連裡子都保不住。有人問，會不會像某些國家一樣直接債務違約？答案是大規模明面違約不太可能，但隱性違約早就開始了。通過3種方式：第一，拖，該還的錢延期再延期；第二，換，短債換長債，新債還舊債，但利息更高，期限更長；第三，挪用其他資金，拆東補西，
拆社保、拆城建、拆教育、拆醫療。這不是爆炸，而是慢性崩塌。當一座城市進入這種狀態，它不會倒在一夜之間，而是慢慢喪失活力。年輕人流走，企業撤離，房價橫盤甚至下跌，消費疲軟，招聘減少，公共建設停擺，剩下的是一座巨大的外殼，以及一堆誰都不想承擔的賬。你會發現，一些地方開始重新提口號：過緊日子，壓縮非剛性支出，清理低效項目，優先保基本民生。說得很溫柔，翻譯過來是錢沒了，保命優先。當基本民生這個詞第一次被反覆強調的時候，其實已經說明很多東西正在被默默放棄。更殘酷的現實是，中國的城市太多了，資源卻越來越少。過去幾十年，城鎮化是引擎，未來幾十年，城鎮化有可能變成負擔。因為不是每一個城市都有產業，不是每一片新區都有人，不是每一條路都通向未來。城投債曾經是萬能鑰匙，想發展就舉債，想擴張就融資，想衝 GDP 就上項目。但現在這把鑰匙已經生鏽了，還卡在門裡拔不出來，而門後是一間越來越空的房間。所以现在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錢，而是還有沒有人願意為這座城市的未來買單。誰來接這34萬億的盤？銀行已經開始收緊，企業自身難保，外資早就在撤退，年輕人連自己的未來都不敢透支，最後能接的只有一個未來的納稅人。可現實是，出生率創下新低，老齡化飛速加劇，年輕人越來越少，這就形成了一個更可怕的閉環：債越來越多，人卻越來越少。請問誰來還？到那一天，北京也許依然可以用制度延緩破裂，但一個事實無法改變：城市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，剩下的是清算時代。